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讲更新公告了，是官方那边释放出来的一些消息。但是在讲消息之前，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国际服跟国服差别这么大？当我点开国服的介绍影片，我的天哪，我是不是点错什么影片了？为什么会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呢？只能说国服他们还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个游戏比较多男生。比较起国际服跟国服，我会更加愿意去看国服啦，但是我感觉我的频道受威胁了，我的观众可能不会看我的影片介绍了。不过小鱼是真的漂亮。好啦，认真一点啦，你们到底是看女人还是玩游戏的？呸！ OK， 首先是征服者之阵的界面，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个排行榜给你们看，击杀、阵亡还有治疗谁最多。不过从这里可以发现到，其实它就是把整个地图的其他阵营玩家全部融合在一起，就是看整个地图里面排行榜前10的玩家。这边还有显示是属于哪一个阵营跟哪一个王国的。这个排行榜也会在关卡室开放之后开始计算，不管是在哪个排行榜上面，只要获得前10的排名，就可以获得一个征服者之阵。假设你没有办法获得前10的话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的成就有达成，就可以获得碎片。这里的要求是只要击杀750万的 T4 以上部队就可以获得一个碎片，其实它的要求还算蛮低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少很多。我原本想着说可能要好几千万才可以给你碎片。老实说现在的玩家会比较少的关系，然后打仗的时间也比较少了，可能打一个扩编就结束了战斗，所以你们可能没有办法获得这么多的击杀。像我上一次 KVK 其实敌人就没有什么出现，我的击杀积分好像才1000多万而已，很少。所以也不能设置到太高，但是我觉得可以根据不同王国的等级来设置应该要多少的击杀。像是这里显示750万的击杀在 CD 组是 OK 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放在先锋 AB 组的话，其实这个要求有一点太低了。或许之后会变成一个现象，就是征服者之阵烂大街，就是每一个玩家都有4字铭文，真的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值得担心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时常会花钱去购买军器礼包的玩家来说，可能会心里不平衡啦。不过也还好，征服者之阵只是给一个固定的部位而已，如果全部部位都给的话，这样可能很快就有人完成16字了。不过我的频道一向来都是很开放的啊，就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750万的击杀合不合理？虽然设计这个成就的初衷就是让那些一直失败的王国有机会去获得征服者之阵，但是那一天我看到有一个观众问了我一个问题，假设你的 KVK 胜利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征服者之阵，然后你3个碎片刚好凑齐了，是不是等于说你拿到2个征服者之阵了？ OK，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刚好英文版就有说到这件事情了，但是中文版没有啊，你们不要只是顾着看小鱼这个东西都忘记了。OK， 这边有特别点开，有跟你们说，只有那些没有获得征服者之阵的玩家才可以解锁这个成就，只有在分配好征服者之阵之后的玩家才会获得碎片，因为系统也是要确保这个玩家他是真的没有获得征服者之阵才给他碎片了，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哦。还有问这个问题的玩家，你问得很好。还有之后征服者之阵的名单要分配多少，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已经看到这个东西第3遍了，你们自己看了哈。之后水晶征途就会改掉，不会有每日的任务了，只有1周还有整个赛季的任务。刚好我这边有一个账号还在 KVK 里面，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那么其实左手边是每日的任务，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每日的任务搬过去每周了，并且要求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你们可以发现到原本每日要击杀10个野蛮人，但是变成每周之后要击杀100个41等级的野蛮人。原本每一天要完成5个驻地任务，变成1个星期要完成60个驻地任务。原本一天要摧毁1个野蛮人城寨，变成1个星期要摧毁5次野蛮人城寨。如果你们认真去计算的话，可以发现到每日的任务换去每周之后，其实数量有减少的，我们要完成的次数不用这么多，但是我们获得的点数其实没有减少，而且在官方中文频道里面也是有讲到，这样子玩家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任务了。这个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把每日跟每周融合在一起，就是为了要避免有一些玩家真的没有时间去完成任务。 OK， 再来分线系统，这边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啊，有一些玩家一直误会以为只有先锋王国才有分线系统，你们搞错了，只要你的王国活跃人数有超过500个人就有分线系统，当然这个是国际服啦，所以分线系统并不是先锋王国专属，只是刚好先锋王国比较容易达到那个人数而已。 OK， 那么在画面上你们可以看到在左上角多了一个设置按钮，你们点开进去之后就会看到这个界面了，这个界面变得非常人性化。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要求最少战力要有多少，还有最少有多少的击杀跟阵亡都有要求。
但是这个东西我好像在之前公告中没有看到官方有提过这件事情啊。那其实它设置了这个东西之后，可以减轻先锋王国管理的负担，因为先锋王国的活跃度都是有2000、3000多个人左右哇，你很难去管理的。在设置了之后，系统就会自动帮你过滤掉，你就不用去审查这么多的玩家。那450个玩家是国王自己选择的嘛，那剩下的50个应该也是会跟着这里的设定去过滤，就是说可能会确保另外50个系统自动选择的玩家，他们的战力击杀还有阵亡也不会太低。我推测是这样啊。那假设说那些没有选中的玩家又不在联盟里面呢，他的战力击杀还有阵亡并没有达到这个等级的话怎么办呢？接着就是奥林匹亚之巅之后你们可以找1个玩家、2个玩家、3个玩家、5个玩家进行组合，并且你们自己设置的房间可以自己设置密码，然后发邀请去给你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其他王国的玩家，让他们一起进来玩。不管你是参加任何一个比赛都可以获得活跃点数，只不过如果你是挑战排位赛的话，就会一次性获得2个点数。那么埃及也是一样，可以制定房间呢，也是要消耗宝石。进入到这个界面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一个设置按钮，你们可以设置密码然后可以分享给你们的朋友。在左下角的话就有一个观战模式，你们可以看自己的朋友打得怎么样，然后还可以设置平衡模式或者是一般的模式。至于统帅可不可以选择更新的统帅，这个我就不确定。但是以官方的界面来看的话，不是根据自己拥有的统帅去选择的。我看到一些观众就问可不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测试统帅，这个我不确定诶。或许他这边的打勾只是允许这些统帅进入战场而已，而不是说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统帅，也有这个可能。接着分享统帅还有军器，你们可以看到之后的画面上的右上角，不过它的字挡着啊，这边有一个分享按钮，你们点了之后就可以发去聊天室，但是这里只是分享统帅而已。如果你们想要分享军器，就要点进军器的界面，也是一样，分享按钮在右上角，你们点击了那个按钮之后就可以把你的军器分享出去了。接着置顶功能，只要你们长按了那一句对话之后就可以置顶在上面，之后也是会增加阵营聊天室，这个就不多说了。这一次活动那个骗钱的女人又回来了不过看到官方分享的画面，你们可以发现到是拿到装备材料的。关于这个东西我在之前有做过影片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这一次的活动会比较值得，因为里面可以拿到比较多的材料，而且有包底，所以严格来讲这一次的活动是值得去玩了，比起之前的转盘还要好很多。再来就是有观众问我这个活动是什么活动来的，那根据这边的界面还有这里的要求来看的话，应该是在短时间内击杀更多的野蛮人，应该是跟争分夺秒差不多的。最后还有这一次的皮肤有包括工兵攻击力、工兵生命值还有骑兵生命值的皮肤，不过这些皮肤全部都是旧皮肤来的。以上就是更新内容，抢先看了，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